今天主要会介绍3个小工具 Tmux、Nix 和 Vim。这3支程式呢，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共同点的，但对我来说，它们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那就是这3个工具都非常强大，有非常多的爱好者。但对我来说，我都只用到它们很少的一部分功能。但即使是这么少的一部分功能呢，其实也都是相当有用的。好的，我们就开始来介绍这3样东西。第一个东西其实是 Tmux， 它的执行方式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打 Tmux， 它就会跑出来一个绿色棒在下面。它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这边做虚拟的视窗分割。比方说呢，我这边按下 Ctrl+B 双引号，那下面这边就会跑出一个新的小视窗。那我可以按 Ctrl+B 方向键来控制它跳跃的方向。那我在这边还可以继续做 Ctrl+B 百分比符号，好，在右边又开一个小窗子。那我可以在这边列出档案，然后在上面比方说跑一个 tab 出来，或者在下面再跑一个，跑到左边来 H tab， 我可以改动这些小分页的大小。你可以看到我按下 Ctrl+B 并且连续按下方向键的时候，我可以控制这个分页的大小。同样的，我也可以控制上下分页的大小，这都是可以控制的。好，如同前面说的，我其实只用到它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这边只会介绍几个让你可以在 Tmux 里头生存下来的一些指令。其中第一个你可能可以试试看的，就是除了刚才的 Ctrl+B 双引号、Ctrl+B 百分符号，然后 Ctrl+B 方向键上下跳动之外，更基本的一个操作是 Ctrl+B+C， 它可以开出一个新的分页出来。你可以看到左下角这边有一个 H tab， 第二边这边是 Bash， 那我们这边可以再执行，当然还可以执行我们这边不同的指令。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分页它其实都会跑出一个新的虚拟终端机出来，所以我们等于是在一个终端机之下就可以开出很多不同的虚拟终端机。所以你连线用 SSH 连线到远端的时候，你只要连一个，你从里面就可以执行很多不同的任务。好，那在这边我们当然还可以继续再开新一个。好，可是要怎么回去前面的呢？刚才的 C 是 Create， 你要到前一面或者后面的话，就要用 Ctrl+B、Ctrl+B+N Ctrl+B+N，N 是 Next 的意思 ，Ctrl+B+N， 然后如果你按的是 Ctrl+B+P 的时候，就是前一个 Preview 就是前一个 Ctrl+B、Ctrl+B+P 前一个。好，如果你要离开的时候，你当然你可以直接打 Exit， 它这个就会全部的东西都结束掉，它就会关掉了。那这边也是一样，这边如果我这边所有的东西 Q， 然后移到上面 Ctrl+B 上方向键上 ，Ctrl+B 方向键下 ，Ctrl+B 方向键右，然后我这边离开，那这个分页也会被关掉。最后一个分页被关掉的时候，这个 Tmux 的一个 session 就全部结束了。那如果我再进去的时候，就会是另外一个 session。好，可是有一个更常见的离开方式，比方说我这边在 EXA 以下这边，我要离开它，但是我希望保留我这个 session 的话，我可以按 Ctrl+B+D， 这样子就跳开了。那下一次我要进去的时候，我可以先用 Tmux ls 看看我现在有哪几个还存活的 session， 然后呢，我按 Tmux attach， 你可以后面接0那些东西的号码，告诉你说要 attach 到哪一个，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我按 Tmux A， 我就可以连进去之前在跑的 session， 这边在跑的所有东西它都会继续跑。比方说我这边 A.sh alias， 是我们之前有简单写的一个让它可以跑的一个 demo 用的小 script， 我们可以按 Ctrl+B+D 离开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还继续在跑。那我们在 attach 进去之后还活着，所以你的训练任务或者是一个 web server， 如果还在开发中，但是要让它一直跑下去的话，那都可以放在这里。你停止连线了，你的 SSH 也许你要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在不同的地方工作，都可以持续的让它程式继续进行，然后接续上一段的工作。那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它可以，比如说我这边用另外一个，我刚才那边是 Windows Terminal， 那我这边我可以 Tmux ls， 可以看到一样的东西，我一样可以 attach 到这边。我这边如果新开了一个新的任务，然后分成上下两边，这时候如果我移到刚才的 Windows Terminal 终端机，它会一模一样，所以两边其实是可以共同协作的。如果你从2台电脑连到同一个 Tmux session， 他们的动作会是有点像转播一样，即时的 live 的两边同时更新。如果你想要看中间的内容呢，就是说想要让那个页面上卷 Ctrl+B 方括号左方括号，这时候你看右上角这边会出来01808，所以你就可以往上移动往下移动，甚至做一些搜寻，然后按 Q 的时候可以离开。
它可以设定成 VI 的 key binding， 很多人会喜欢这样子。不过我这边不示范这个部分，你可以自己搜寻一下。我最后要讲的一个快速键是一个指令 B 冒号。好，这次你看到下面这边变成黄色，你可以输入指令。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是用指令来控制 Tmux 的行为的。那我这边只讲其中一个，叫做 set-g mouse， 就是把 mouse 打开。你可以在你的设定档里头直接设，让它可以在滑鼠打开。但是呢，主要是 Tmux 是可以滑鼠指令的。你可以看到我这边上下我切换不同的地方，我现在滑鼠点上面它就切到上面，滑鼠点下面它就切到下面。然后如果我开了一个开太多了，开这个好了，那我下面这个太小了，我可以把这个往上移动，这是用滑鼠移动的哦，就是按下去拖移我也可以改这个大小，会更方便一点点。然后你可以，如果你忘记了怎么用键盘去控制到什么地方，也可以像这样子选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当然你要点中了，然后拉。它也可以把这一页的这些小 panes 这些小小的 sub windows 分散到不同的分页里头，也可以把不同的分页整合在同一个分页里头，变成不同的小的 panes 这些小视窗都可以的。好，所以这边是我们来介绍 Tmux。Tmux 并不是唯一能够办到这个功能的人，有几个很常用的一些它的竞争对手是 GNU Screen 这个是比较老牌的。在早期的时候我也曾经用了一段时间，但是我现在是完全忘掉它怎么去使用了但是你可以从这张图大致上看出来，它可以达到类似的功能。那另外一个我有用过一段时间的是这个叫做 Beobu， 它主打的是更使用者 user friendly。我这边应该也有装，我把它叫出来，我开一个新的。好 ，Beobu 可以吃 Tmux 当做 backend， 也可以吃 Screen 当 backend。就我了解是它可以吃不同的东西当 backend， 然后提供一个界面因为它原生的界面来说，我这边按 F2， 这边按 F2， 它就会进去里头，然后可以用 F3、F4 来跳不同的。我这边比如说这边是一个东西，我可以用 F3 和 F4 来跳到不同的位置，然后 F2 开新的。它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不同的快速按键，更方便帮你将不同的分页移到同一个分页里头，然后变成它的 sub windows。右下角它也会同时显示一些更多的资讯更容易客制化。不过由于 Tmux 其实它的文件还有使用的人比较多，所以我其实还是会使用 Tmux。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如果用 Build 打开的时候，它已经客制化了一个 Tmux 的 window。这时候我 attach 上去，我就会进去一样的地方。这时候我就可以用它 Build 已经改过它的界面，所以变成了 F4 可以移动。然后 F2 进入新的。不过就像前面说 Tmux 原生的 Tmux 比较多人使用，所以虽然我有用了 Build 一段时间，然后觉得它挺方便可是最后为了一些更多的功能，探索一些更多的功能，主要是整合一些其他的程式比方说等一下会讲到 Vim 那些东西，所以最后我还是用 Tmux， 然后用起来觉得也还算蛮方便的，因为我用到功能其实也不多就是我平常在用的功能其实也不多，所以用 Tmux 现在还是使用 Tmux 比较多。而且 Tmux 现在也支援了 Sixel所以在某一些设定之下，你可以在 Tmux 里头显示 Sixel 的图，就真实的图片出来所以我目前来说暂时的选择会是以 Tmux 为主，也就是原生的 Tmux不过你可以看到 Build 它其实是可以当成是 Tmux 的一个 front-end。如果说你真的觉得 Tmux 或者 Screen 用起来太不人性化了可以先试试看 Build， 因为它也可以达到一样的功能那前面讲到 Tmux 它其实有一个 help 档就是它可以 Ctrl B 什么 help 之类的应该就可以了但是通常你最好还是准备一个小抄，里面会列出一些快速的按键你可以看到这些，比方说我们刚才就算是分页，其实我也搞得不是很懂为什么 Ctrl B 双引号会是分页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居然是百分比符号，完全感觉没什么道理嘛但是只要熟记了之后就没问题了。那它也可以打很多，最主要它可以打指令我之所以用它主要原因就是就算是快速键没有办法 Ctrl B 冒号之后后面可以打一些指令在很多时候对于你要的功能来说它其实是挺方便的这两个都可以试试看， Screen 也可以玩玩看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是 Nix 它其实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它的 package 的 system， 一个是它的一个叫做 Nix OS。 那我这边只用到它非常非常少的功能它可以算是一种虚拟环境，可以不像 Docker 那样子完整的开一个虚拟机出来，它比较像是设定一些 path，
所以你的目录也都是用你现在的目录，你可以用到的就是现在的目录大部分的目录结构，但是它会帮你，因为用 Pass 的设定，让你有另外一套可以使用的程式。它的主要的缺点就是它的程式会放在跟传统上面不一样的路径，传统的程式都会放在 User 并或者是并下面，但它这边会放在比较像是密码文一样路径的下面。我们试试看它的用途。它最常见的一个用途，其实是我最常用的一个用途，是我其实只有用到它的 Nix-P。它其实是真正的用途，它其实是可以就像刚才说包一个虚拟环境在一个目录下面，你可以包出一个可重现的环境，所以在开发上面很方便。但我这边用的只是一个特别用途，也就是我可以用来测试一些指令或者是程式，但是不用真的在我的系统里头做永久性的安装。比方说好了，我现在安装一个东西叫 BTOP， 前面我们有说过 HTOP、TOP 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有提到有个东西叫 BTOP， 可是我这边没有装 BTOP， 所以我把它放大一点 Nix-P 安装 BTOP 在它的环境里头。我们可以用 which 看一下 BTOP 在什么地方，你可以让它在一个非常奇怪的路径，但是因为它更动你的 path， 让你可以去吃这个路径，所以我们一般执行的时候是没有差的。然后它的优点是因为很多程式它有一些相依性，那它会自动帮你管理，都放在那个 Nix Store 下面的那些路径下面。好，但是在有些情况之下它会有相容性的问题，特别是像你有一些 NVIDIA 的东西，有一些 CUDA 的东西，如果 compile 的时候，它的一些做 compile 然后做安装包啊，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它的没有考虑到你的 Nix 的这些路径，所以常常会 compile 失败，这是有的时候会发生的。但是在应用程式的层级，这是问题不大。我们跑一下 BTOP， 这时候我就可以测试一下 BTOP。你看它是一个 top， 但是它比较美观一点点，它可以秀出一些更美观的样子。那这时候我如果要按 exit， 我就回去了之后，这时候我的主系统里头就没有 BTOP， 这样子我可以测试一些程式，但是不会污染到我原本的环境。比如说还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的课程里头列的一些程式，我们来找找看。比方说这边有 LSD， 我们之前常用的是 A 当做比较进阶的LS， 但是呢这边是 LSD， 那我们想试试看的话，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 Nix LSD， 它就会主动去安装 LSD 相关的套件。所以有的时候甚至你已经有了 EX， 但是你可以换一个版本来使用也是可以的。LSD 看起来它可能前面会有一些，应该是用什么 Nerd Font 那些，会有一些比较漂亮的那个 icon 在前面，但是我这边没有装，那它也是一样会比较漂亮。那我可能我自己比较喜欢 EX， 因为很多地方，特别是因为我们用中文，然后要去配曲那些有点麻烦了，所以我没有用 Nerd Font， 所以这个东西我没有用，可能也是这个原因。你也可以把好几个不同的 Nix Shell 合在一起，比方说我这边要安装几个，比如说我想用 Dust， 然后也想用 DOF 这两个东西，好，我就 Nix， 好，我先让我的环境里头有 Dust， 然后再 DOF， 它可以套进去里头。这时候我这边有 DOF， 这是一个进阶版的 DU， 看看它的空间，然后也有一个进阶DF 进阶版 DF， 那这是进阶版的 DU， 有一些树状图的显示，还有一些图形化的，来看看你的剩余空间有多少。好，那如果我不想用的时候就把它跳开，所以非常方便。你甚至可以做的事情是安装像是 Firefox 或者是其他浏览器，当你想要尝鲜试试看的时候，可以在不破坏掉你母环境的情况之下去尝试这些东西。好，所以这是我非常推荐你在试验，比方说特别是我们这边试验这些新的一些可能你没有用过或者是想要先试试看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我再试一个，比如说我们之后会介绍的 Fizzy Data， 比方说我只是想先试试看它好不好用，我完全就可以 HP， 好，那就等它一下它设定环境，然后这时候比如说我到我的 CSV 下面，我的 Fizz Data， 比如说我这边看它有什么Iris 好了，我们就用简单的 Iris， 它就可以去索引甚至去画图，这我们以后会介绍这个工具，可以很方便帮你来看不同的 data 的情况。然后又或者我要再用我 JQ 应该是已经有，今天居然是没有 JQ， 好，比如说我要用 JQ 的话，我就把 JQ 拿进来，好，甚至干脆我用 FX 好了。好，比方说我想要看一些 JSON 档的内容，比如说我想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 JSON 档，在这个收视目录下面有没有什么 JSON 档，我可能就 find 配合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好，找到一个 JSON 档，然后用
找到所有 JSON 档，然后我们用 FZF 随便选一个，然后用 FX 这个来看它。好，很遗憾是这边没有 JSON。好，那我们回到主目录下面。OK， 其实是有，刚才没有。好，比如我这边就可以比较视觉化去查看这个 JSON 档，大一点点 JSON 也都很小。好，但是它至少可以帮我们比较快速的去看这个 JSON 档，因为很多 JSON 档其实不是，它其实连排版都没有排好。JQ 它也会帮你去过滤。做一些资料处理、前处理的一些操作，不过这也是我们之后才会讲。比方说我们这边可以把它从 JQ 来看，随便选一个 JQ 就把它比较有排版的把它列出来。最后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 Vim。Vim 的话是一个编辑器，它之所以好用是因为很多 editor 都有支援 Vim 的 key binding， 而且它的概念就是跟其他的我们现在常用的编辑器不太一样。所以可能是可以多学一个东西因为它有一个叫做至少三个 mode， 一个是上下左右移动 navigation mode， 那你用你的 JK 可以是上下去左右移动比如说我这边多加了几个 H 是左边移动，L 是右边移动，然后 JK 可以往上下，在很多时候其实比较方便。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键盘的方向键其实是在很后面才有比较公认的一些标准那它有更厉害的一些 navigation 的方式，我们这边不会讲太多，但是我常常用的，比方说我可能会 copy 一个东西，然后我这边可能就可以大量拷贝，我可以重复动作按点点点，然后有一些小小的我知道做的事情，但是我没有做到很像专业的一些 navigation， 简单的像是跳到头尾这种东西都是可以快速一两个键就可以完成的。你可以搜寻用 regular expression 搜寻东西，完全都可以做到所以是非常适合先学一下，然后在很多浏览器应该说很多的编辑器 IDE 几乎都有存在 Vim 的 key binding， 所以你只要学会它的 key binding， 不管它原生的 key binding 长什么样子，几乎都可以很快的适应。它其实只要会几个最主要的操作，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冒号以及冒号 W 是把它写进一个档案，你可以取档名把它取个档名，它就变成这个但是你用冒号 Q， 特别是加上惊叹号，你可以离开它。当你不喜欢用它的时候，你可以离开它其他的你就可以慢慢找一些教学来试着学习它。我这边比较想介绍其实 VIM 的一些其他的派别或者是其他的变形。一个最常见的是 NVIM， 你可以看我这边是没有，但是我们一样可以用 Nix 它的 Neo Vim， 这是一个现在很流行的 Vim 的一个变形，看起来是差不多了，但是它速度快，然后比较现代一点点，可以参考一下。那在某些情况之下，它的教学也我不能说比原本的 Vim 更好，但是我至少觉得我还蛮喜欢它的，它前面的一些教学可以跟着还不错。那另外一个是 Luna Vim， 我可以给你先看一下它的图缩图。Luna Vim 其实可以做到很像，比如说像是一般 IDE 的样子，它可以做一些配置，你可以做到很大程度的客制化那这边一样，你用 Nix 的那个东西也是可以安装的不过因为它会跟动太多的那个，我只是秀一下它可以安装但是我不会让它跑完，因为我不想让它破坏我叫 LVIM所以它其实可以 OK， 它这边其实有了，它其实你可以开新档案，然后就是一开始就有比较像是普通的 IDE 那种感觉，而跟原本的 Vim 看起来比较不太一样但是你还是可以用 Vim 的一些操作去做，只是它有一些比较跟动过的界面，让你看起来比较现代化，比较像是 Visual Studio Code 我们就直接说它比较像是 Visual Studio Code 的感觉。因为实际上你如果用个黑背景，然后这边一样有 Nerf Font 那些，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 icon 装的一个特别的 font， 它会在终端机，特别是终端机使用上面，这边会有一些 icon 好像是档案还是什么一些 config 还是 find 那些符号那个叫 Nerf Font， 如果你装那个的话，这边就会显示出来。那我有用一下下 Luna 但是自从 Visual Studio Code 它的 Remote 开发环境，就是远端 SSH 那些编辑出来之后，我觉得它有完全符合到对我来说的需求，所以后来就没有再使用 Luna。不然原来的话，我可能会在远端开发的时候加一个像是 Luna Vim 的东西所以好一段时间我没用 Luna Vim， 因为那个 Visual Studio Remote 其实已经出来很久了。不过呢，当你碰到远端的情境的时候，有的时候 Visual Studio Code 不容易装成功因为它必须要安装一段时间，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蛮有用的。但是我觉得 Vim 比较有用，就是原生的 Vim， 因为它大部分地方都有。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欢 Vim， 你还是需要一个编辑器，因为很多时候你在编辑 config 或者编辑一些东西的时候还是还蛮需要，那时候 VS Code 不容易打进去，或者是花太久时间，或者是就是网络上面不晓得怎样中断了， Vim 还是一个文字编辑器还是很方便的。其中一个大家都会有的叫 Nano， 这是现在比较常用的。那下面这边都会很贴心的告诉你这些快速键什么，你就不用去查了。甚至还有一些 Help， Ctrl G 之后有 Help，
那它不像 Vim 这样的两个模式，就跟普通的编辑器一样 ，No。好，所以现在Ubuntu 的机器上应该都有 Nano。那我自己过去最喜欢用，在我在使用 Vim 之前，就很早以前的时候，我会用的是一个编辑器叫做 Joe。这是在很早以前的时候，有一类所谓 WordStar 的类 WordStar 的编辑器你可以看到它这边也会告诉你一些简单的快速键，它没有那么多啦，但是它至少可以告诉你 Ctrl Q、Ctrl K H， 可以看到 Help， 但是 Ctrl K Q 可以离开。我现在也都忘记它怎么用了。但是它的快速键应该比较偏向类似 WordStar 那一类的东西你可以 Ctrl A 1，你可以开档案或干什么的，然后用起来是挺方便的。因为早期的时候，我们最早开发的话，应该会使用像是 Turbo C 的那些编辑器再更早当然就是像 Basic 那样子的编辑器，其实都有点类似 WordStar 的感觉的编辑器。那 Joe 因为也是这种类型的，所以我在一开始在 Linux的系统上面使用编辑器是 Joe， 不过 Joe 可能现在已经比较不流行了，因为用了很久所以就顺便提一下它。以上就是我们简单介绍几个功能强大又很实用，可是你只要用到一点点其中功能就已经非常方便的命令列上的工具。